Every moment tonight, they led me to you. Every single time you look at me, I lose it too. Why don't you come sit next to me? Let things happen naturally, like it used to b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键盘上语音输入是什么体验？对于我来说，这个功能可以帮我在10分钟以内快速码完一篇1000字的稿子，或者在游戏与队友的争论中快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作为市面上第一款可以支持语音输入的机械键盘，不管你对机械键盘有没有了解，讯飞输入法你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听过。首先是外观方面，键帽使用了一套原厂高度的 PPT 球帽。印刷的精度还 OK， 没有发现明显的 Y 字符情况。字体的素材的话，感觉还可以做得更精细一些，有些太过于粗犷了。左上角是键盘的连接状态指示灯，分别是 WiFi 还有蓝牙。在键盘的最右侧就是音量的调整旋钮、开关、指示灯以及一个类似于领夹麦克风的收音设备。底部的话有一个巨大的收纳槽，里面放有2颗真母键帽以及 2.4G 的接收器。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把 2.4G 的接收器收纳槽独立出来，拿取的话都会更加的方便。整体的外观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辨识度非常高。键盘的话是8/7键布局，右上角3颗功能按键被替换成了截图、语音助手以及语音备忘录。这3个按键可以在办公的时候快速的记录文字，或者把图片上的文字一键转换成沃文档或者文本格式，或者把不认识的英文翻译成中文，也算是一个办公神器了。这把键盘在我收到这2天的实际体验中，底部的4块胶贴做的有一点小了，在比较剧烈的游戏中可能会有键盘滑动的情况，算是键盘的一点小问题。在输入体验方面，分为传统输入和语音输入2个部分。轴体使用的是加尔龙的居黄轴，除此之外还有红轴可以选择。黄轴的抒发压力是50克，还是蛮重的。个人建议初次入门的新手可以选择红轴，对手指会更加的友好一些。大键的话，本身素质还行，空气黑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语音输入的话，经过我这2天的使用对比纯手打的输入效率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可能有人说这个功能在很早之前 Windows 就自带了，只需要配合一个电脑麦克风就可以实现。但实际上，这个键盘的语音输入和电脑自带的这种语音输入体验差距还是蛮明显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系统自带的语音输入，它是一段一段的给你往上输入，而且输入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延时。键盘自带的语音输入流畅性就会更加高，而且每个字的翻译也会比较及时。在驱动里自带了一些识别领域的选择，比如说你从事的是医疗行业，就可以选择这个医疗领域，里面会有一些更加专业的词语，会识别的更加准确不过对于一些小众圈子的词语，比如说健全的 Gasky 这些就无能为力了还得自己手动输入。对比系统自带的原生输入，最大优势还是可以在游戏中使用。如果不想打开麦克风交流，也可以方便的和队友指示信号，甚至遇到一些国际友人，也可以依靠自带的实时翻译功能唠上1-2句英文赚下逼。如果是比较安静的办公环境不想大声说话，也可以把麦克风取下来别在胸口，这时候小声说话的话也是可以正常录入的。整体看起来这把键盘单论输入体验方面确实可以带来巨大的效率优势。讯飞在这方面的多年积累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当然作为一把键盘本身它还是有可以提升的点，包括键盘的手感处理以及键帽的设计，这方面都还可以再进步一下据说以后的破版本会用上热萨巴等一些客制化元素，也可以期待一波。好了，但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